慌什么？不就是做姐夫的带着小姨子私奔了吗？又不是天塌了。我的二小姐哟，您又不是不知道三姑爷是谁，那是镇北王府的秦小王爷，地京头号混世魔王啊！今日他亲自带人来迎亲，若是知道三小姐跟二姑爷跑了，还不得拆了咱们临阳侯府？这跟天塌了有什么区别？临阳侯府的人都死绝了，本王亲自来迎亲，让本王在门口喝西北风。穆简远，滚出来见我！走吧，我去会会这个小王爷。这就是本王的新娘，倒是比传闻中好看些。怎么，临阳侯府待客，就是让新娘在这儿站着？你的新娘和我的新郎私奔了，我和你凑合凑合，你看行不行？替嫁，临阳侯府倒是会省事，你就不怕本王杀了你，再拆了这侯府？小王爷若想拆府，早在破门时动手了。您亲自来迎亲，无非是想要一门合规矩的亲事。我沈若锦虽不是原定新娘，但也是侯府嫡女，配得上小王爷。您若同意，今日便可拜堂；若不同意，我即刻便走，绝不纠缠。有意思，本王就喜欢你这股桀骜劲儿。行，本王答应了，备轿拜堂。宽肩丰腰，风流相貌；多情掩藏锋芒，盛极第一美，名不虚传。发什么愣？沈若锦，你这样看着我，倒让我怀疑秦世子今日临场换情郎是你特意布下的局。是啊，我贪慕小王爷美色，百般算计，才得偿所愿。你待如何？好，很好。这天底下能算计我秦郎的只有你一个，自然要娶回家，里里外外探查清楚。混账东西，竟敢用攻城诀破开侯府大门！是去揭民，还是去抢亲？临阳侯府的乱局，竟让秦郎捡了个身怀绝技的珍珠。好准头！皇城之内擅用攻城魁是诛九族的死罪，还不速速入宫请罪，嫌镇北王府命太长吗？那不是攻城魁。听听，我夫人都说不是，什么攻城魁，不过是大木庄稍加改动罢了。侯府大门偷工减料，一撞就倒，怎能怪我？好了好了，并非善用兵械便好。二郎不小心拆了门，派人去重修便是。新娘子刚过门，宫阶便当面教训夫君，岂不让人觉得王爷脾气差吗？全铁浇筑的大门，他能不小心拆了？谁信？那王爷想怎样？临阳侯府庶女逃婚在先，今日若不破门，二郎丢人事小，王府沦为笑柄事大。依我看，这新娘是他凭本事带回来的。母亲说的极是，父王要严惩，改日再说。天快黑了，我急着入洞房。是啊，王爷。若锦，我知你嫁过来是无奈之举，我这儿子顽劣不堪，非良配，真是亲爹。不如何？王爷不是我，怎知秦郎不是我的良配？唯有手握权势，才能为沈家复仇。若我都配不上沈若锦，世间还有谁配？嘿，天生一对，你厚颜无敌，他无畏无惧，简直是天定良缘。喜娘还愣着做什么？唱礼，别误了吉时，快拜堂。是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镇北王府，秦郎，这场婚事是我复仇的起点，也是我新的归宿。沈若锦，你脸红什么？耳根子好烫，上花轿前当众问我要不要凑合的胆子去哪儿了？不是我脸红耳根烫，是你眼睛发红，手掌发热。夫君，你倒是一点都不见外。你不也挺急的？
合卺酒都没喝就着急了？二爷，世子找您呢，该出去宴宾客了。不去，什么宾客，能有陪新娘子重要，让她自己宴去。你该去应酬。二爷，王爷叫您过去一趟。不去，扰人喜事算什么亲家？我要是去了，岂不是让你独守空房？小王爷，海棠红在戏楼唱曲，李相家二公子喝多了，要当众羞辱他。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李二公子知道您今日成婚，故意钻空子。若是您在，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啊。今夜真要圆房？怕了？不怕，只是秦朗，你堂堂镇北王府小王爷，原本指定要娶侯府庶女，还和我同日成亲，本就奇怪。今日我一提换亲，你连迟疑都没有就答应，如今连你捧红的戏子玉贤，你都要留在喜房，你很不对劲。我方才不过是试你一试，没想到你这么容易上钩，你果然对我图谋不轨。话都被你说了，我若不图点倒吃亏。我图镇北王府的权势，图沈家的仇能报，不算被你冤枉。王府之中，什么能图，什么不能图，你心中有数。自然。气势汹汹，倒像是夺门而逃。姑娘，洞房花烛夜，小王爷怎么留您一个人在这儿？他怕我图谋不轨。临时换亲把人接回来的是他，新婚夜留心独守空堂的也是他。这逆子当我死了不成？竟敢如此欺负若锦！来人，去戏楼把他绑回来上架。二郎已是有妻室的人，他的事自有媳妇管，用不着你这个父亲喊打喊杀。王爷息怒，此刻绑回小庄爷也无用，先安抚好二少夫人才是要紧事。王爷息怒，夫君昨夜出府是为救人，并非胡闹，更不是故意冷落我。王爷王妃不必放在心上。本王早就说这逆子配不上你。你久在边关，不知道他有多混账。我知道，300明珠赠花魁，1掷千金捧戏子，莫道今朝无运势，秦郎风流天下知。我虽回京不久，这些传闻早已听过。你既知道，为何还要嫁他？自然是因为缘分到了。好了，王爷，不要动怒，这是王府掌家令牌。你既嫁了二郎，今日我便将掌家之权交于你，往后王府钱财人手任你调动。二郎若是犯浑，你尽可自行管教。承蒙王妃信中，都是一家人，还喊什么王妃？莫不是还在生二郎的气，不肯改口唤我母亲？母亲，哎，好媳妇。秦郎若是犯浑，对不起你，你只管拿这个打他，他绝不敢还手。谢父王。备马车，召集禁卫嬷嬷婢女，护二少夫人出行。我只是出去找人，又不是上街强民男，带这么多人做什么？二少夫人有所不知，小王爷性子浑，先前王爷派人去请，都要带这么多人。您刚嫁过来，多带些人抵气。人多反麻烦，留个车夫即可，我自己去。你别去了，安心在府里等着，我去把二弟带回来。这是我和秦郎的事，无意劳烦世子。以前去沈府玩，你都喊我秦大哥，怎么嫁给了二弟，反倒喊我世子？这般生分了。兄长在世时，你常来沈家切磋武艺，那是因为我年纪小，众人相伴，从无避嫌。如今身份有别，再不能如边关边随性。二弟行事荒唐，我看不得他欺负你。大哥这话说早了，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。若锦，大哥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沈若锦要做的事，从不假手于人。去芳华台，快带2人跟上。若二少夫人和小王爷在戏楼打起来，你就算挨打也要拦住。新婚第2天当街冲突，王府脸面何在？儿子知晓。来了，正主来了！新婚王妃抓包小王爷和戏子，买1张戏票看2场热闹，值了！这些人太闲了，就会起哄看热闹。别恼，你越气，他们看得越欢。若锦，我没有和云如私奔，昨日之事都是误会，你跟我走，我慢慢解释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大婚之日，你带着慕云如消失，独留我一人面对侯府烂摊子。不是的，王家庄遭大火，我带云如去是因为她能救那些人，因为她能帮你，对吗？是，也不全是。沈若锦，你不是来找我的吗？是啊。这秦小王爷脾气还挺大。来了。沈若锦，你不过是跟我置气，便甘愿嫁给秦郎那样的纨绔浪子。你贪图眼前富贵，日后必定后悔。
叫我受余恨，免教臣且自信百姓心，修炼是水，苦害会甚，早勿拦也。若锦，你想看哪出戏？我包场了。他说你日后定会后悔，你怎么不应声？我后不后悔跟闲杂人等有什么干系？废话半句都多余。茶水一般，戏倒是真不错。来了又不说话，你究竟是来做什么的？原本是奉王爷王妃之命来请小王爷回府，现在嘛，听戏。你盯着海棠红看什么？民营登台献艺本就是让人欣赏的，难道小王爷还不许我看？你不是来找我的吗？怎么能把心思放到别人身上？不妨事，你我都是头一次布戏，一直看着我是说，你小王同是成亲，少年夫妻总是要磨合的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只管说出来，我尽量满足你。哦，你要怎么满足我？左右无事，你哭一个我看看。这有点难，我一向都是让别人哭的那个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好意思吗？沈若锦，让人闭嘴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你想试吗？试试又何妨？既已成亲，喜房都入得，还有什么不能做的？不能打呀！东西砸坏了事小，新婚夫妻伤了和气事大，可不能真动手啊！你要谋杀亲夫啊，沈若锦！对不住，我头一次成亲，还不太习惯同男子这般亲近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这雅间要是塌了，我可赔不起呀！我什么都没看见，叨扰了。你来都来了，走什么？班主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两位文忙着，小的处在边上不太好吧？这对沈夫妻的癖好也太独特了，亲热就亲热，怎么还砸桌子踢椅子？动静闹得比戏台还大，台下看客都等着看热闹呢。忙出喇叭呢，动静这么大，莫不是小王爷和王妃在里头打架？没什么。二爷有何吩咐？这种时候让外头的人看见了，总归不好。你有事儿还是吩咐我吧。想什么呢？让人过来收拾。王班主，你们这桌椅不太结实啊，一碰就塌了，得换好点的。在京城里听戏，打赏哪有只值一枝花的？也太寒酸了。就是，怕是拿不出金银，故意装腔作势吧？我以海棠赠海棠，愿以此花为凭，聊取千金，换尔自由身。台柱子我见过了，身段相貌都极好，其他人也不错。芳华台的位置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段，我不跟你讨价还价，你盘算好账目，着人报到王府即可。是，这就喊账房来算，算完立马去府上求见二少夫人。你真要买下芳华班？先前玩归玩，倒真没想过把戏楼买下来。他倒是敢想敢做。是啊，买来哄你开心。秦郎，你高不高兴？虚情假意。我若是买下海棠红给你做妾，那才是虚情假意。且不说我待你如何，我说我喜欢银子，的确是真心实意的。钱都砸了，戏已落幕，我先回府了。他真就来做个过场，连一句挽留都没有。你们都下去，海棠红留下。是。他刚才摸你了，你怎么不躲？那么多人看着，我怎么躲？你发什么疯？那么在意沈若锦，你跟他说去啊！费尽心思才娶到手，新婚夜就让人独守空房，人家指不定以为你不举呢。昨日要不是你被李老二按在台上调戏，我用得着连夜出府？你现在说这话，良心呢？我自诩风流，却从未对谁动过心。可昨日在洞房，离沈若锦近一点都觉得身体灼热，欲念蚀骨。她是我的心头朱砂，此间明月。哪怕知道她原本要嫁裴月，我也要谋夺过来。秦郎，咱们凑合凑合。什么凑合？我们本是天作之合。我只是扮女相，又不是真成了女子。就算李老二扒了我的衣裳，多谢小王爷赶来取到意中人。只是你好不容易那么好的机会，没把生米煮成熟饭就算了。今儿他来戏楼找你，你还不肯一起回去，往后要怎么做夫妻？不关你的事，少打听。做夫妻总要两心相许。她从来不是被动的姑娘，主动出击才是她的风格。
我先动了心，固然可以织情网套住他，可哪有朱砂痣三院落掌心，明月奔我而来，更令人心潮澎湃。小王爷，你这是要打什么坏主意？敢问小王爷有何妙计？在沈若锦知道我喜欢她之前，让她喜欢上我。让他真心喜欢你可能有点难，喜欢上你倒是可以。是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我好心给你出主意，你还踹我！一天到晚这些有的没的，这法是不错。赏金5次测善事，攻心加上色诱，不信拿不下的。我这可是金玉良言，你不色诱，难道还指望他主动对你动心？本小王的相貌身段还需要刻意展示，只是得加点技巧。得了吧你，在别的姑娘面前那套手段，在沈若锦那儿根本不管用。她连你深夜不回府都不问一句，可见对你的美色不感兴趣。你再多说一句，信不信我让你以真面目登台？别，小的错了。义父，您可以装作柔弱，激发她的保护心，或者故意在她面前展露完美身材，让她脸红心跳。柔弱就算了，不符合本小王的气质。展示身材，沈若锦习武，想必对强健的体魄更有好感。今晚回府就给他来个不经意的展。真是为了追妻，连脸面都不要了。把戏班的事交给黄班主，你跟我回府，给我打掩护。是，小的遵命。这也不能怪我们在门外纠缠。要是二小姐跟秦小王爷夫妻和睦，这些侍从怎么会如此轻慢我们做下人的？就没听说那高门贵府娘家来了连门都不让进的。原来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下人，来王府不提前知会，不递拜帖，不走侧门，你们这下人做的好生威风。世剑，跟他们没什么好生气的，你去取把剪子来，折几枝桂花拿回去插瓶。是。二小姐，是老夫人有所吩咐，让奴婢来请二小姐回府，有要事相商。究竟是多要紧的事，要刚出婚1日的姑娘回家商议？二小姐有所不知，昨日王家庄失火，裴公子的义母和妹妹险些葬身火海。三小姐梦中得知此事，生怕说出来旁人不信，就和裴公子一道回庄子救人。如今人已救回，今日他们回侯府解释清楚，不是私奔，也不是逃婚，只是昨日二小姐已经选了秦小王爷。怎么不继续说了？老夫人的意思是将错就错，既然二小姐已经嫁给秦小王爷，就让三小姐跟裴公子配成一双，总不能让外头一直传小姨子跟姐夫私奔的风言风语，这对侯府不利，也有伤您的颜面。老夫人请您回去一同商议三小姐和裴公子的婚事。临阳侯府老夫人莫不是昏了头了，竟能对自个儿的亲孙女提出如此不成体统的非分要求？一个是临阵逃婚的薄情郎，一个是勾引姐夫的小娼妇，这样肮飒人和事，你们侯府愿意留着捧着，白人管不着，只是千不该万不该，跑到我镇北王府来，一对不要脸的东西，也配让我儿专程回去给他们做脸？不敢劳王丸，老夫人只让二小姐回去做。你家老夫人还指望本王妃的儿媳妇给那个庶女添妆不成？不是说二小姐不得宠吗？王妃怎么这么护着她？回去告诉你们穆老夫人，有事直接来找本王妃，再敢仗着长辈身份为难我儿若锦，本王妃要她好看，拖出去！母亲，种被家人守护的感觉，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了。先前就听说侯府老夫人拎不清，没想到这么糊涂，真要成全那两人，还悄悄办了回去。可能是想让我回去给慕云薇添妆吧，毕竟昨天我拿了她的嫁妆，还把老夫人的私库掏了个精光。你这孩子怎么还当真了？是王妃拉着我的手说话，一语就说中了他们的心思，温暖又安心。你不是出去找二郎吗？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人找着了，在芳华台，我跟他说了会儿话，把戏楼买下就先回来了，把他给忘那儿了。你把二郎忘在戏楼了？买了戏楼，把夫君扔那儿了？这儿媳妇儿是个人物啊！对了，儿媳今天还去了芳华班，把芳华班给买下来了。不就是买个戏楼吗？只要你喜欢，10个算个20不在话下。王妃是江南首富嫡女，有钱是真的，但没想到这么有钱，几万两银子眼睛都不眨一下。若锦，你是个聪明人，须知芳华易逝，情难长久，只有银子。我记住了，先别管二郎了，走，我带你数钱去。以后这王府的账也交给你管，喜欢什么就买什么，不用跟二郎客气。沈家出事这3年，我活得像场噩梦。秦朗，你耳根子好烫，都说他是京城第1风流客，吻人时竟会红耳根，比街边调戏良家的流氓有趣多了。你亲都亲了，我摸一下，扯平了。你还真玩起我来了，点完火就想跑。二爷，入冬了，万万不能用冷水沐浴，贪凉会伤身啊！闭嘴！秦小王爷还真是血气方刚。新婚3日无大小，咱们若锦乖巧能干，管得住二郎，还孝顺懂事。别是二郎欺负了心腹，他一早来告状才好。王爷若是瞧我们不顺眼，自去别处待着。昨晚吵了半夜，刚被请上榻，可不敢再惹他。若锦来了，正好一同用早膳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二郎呢？是不是又出去鬼混了？昨日才回府，你还说他……说我什么？我彻夜难眠，在账房数了1夜的银子，也没人心疼我。我倒是睡得不错，无缘无故的，你为何彻夜难眠？这枣糕入口丝甜，甜而不腻，你也尝尝。夫人家的，再甜也吃。
大半夜的不在屋里睡觉，跑去数什么银子？一天到晚不是戏楼就是赌房，你除了挥金如土还会干什么？说起挥金如土，我哪里比不上银子？我可从没说您什么。那些贵妇嘲笑请娶商户女，不过是图母亲的财。父亲不惜母亲，自然连带着不惜我。你这混账混说什么？我说，莫说气话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不要和最亲的人发脾气，否则后悔的是自己。这是我失去舅舅兄长后才明白的道理。你跟本王去练武场！王爷这是做什么？还有你二郎，当着若锦的面也好意思跟父亲呛声，一顿早膳都不能安生，能成什么样子？父亲不当众对我动家法，改去练武场了，我夫人面子挺大的。这种时候不说话能憋死吗？夫人轻点踩，疼。二爷说什么呢？用早膳就用早膳，新婚夫妻在桌下玩什么？逆子无状，还带坏心腹，成何体统？你前2日为了戏子打伤李相次子，李二被你打断鼻梁破了相，丞相府非但没计较，还送礼求抬贵手，你去丞相府赔罪，把事了了。那是他自己找打，就算报仇也只敢冲我来，绝不敢找您镇北王的麻烦。就算瞧比不上李二，表面功夫也要做足，不能让外人挑理。你平日就这么教他？我说的哪里不对？李二那样的杂碎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父亲让我登门赔罪，是想让我在丞相府再打他一顿。你是不是以为有心腹在，我就不敢动你？好了好了，二郎不愿去，换个人去便是。李相也没让李二上门啊。那是因为李二被他打得鼻青脸肿，见不了人。走。若锦，你买下戏楼，本王无异议。想做其他生意也尽管去做。本王早有敕令，镇北王府之人不可沾染此害民之举，望你三思。是，王爷教诲，我铭记于心，必会妥善处理。那你去吧。王爷好大的威风，成天跟二郎摆着脸也就算了，怎么对儿媳妇也这么凶？你先说，你先。夫人今天想上哪儿玩？你要带我玩？他是真没心没肺，还是故意拿我寻开心？反正你都会找过来，我还不如直接带上你，省得旁人围观拜兴。原来如此，不过今日不行，我要去芳华台找黄班主有重要事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二爷，六皇子派人送来请帖，邀您去芙蓉园品酒听琵琶。六皇子袁平，京城第一鸾都皇子，不问朝政，只爱享乐，与秦朗素来交好。等着，我去就回。倒也不用那么急，六皇子那里需好生周旋，免留隐患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，回来再说。姑娘，姑爷走远了，回府吧。去账房看看他昨夜数银的战果。劳烦通报，相府二少夫人李安氏求见秦小王爷及新心腹，也就是秦小王爷娶的心腹，临阳侯府的二教美沈若锦。正是在下，少夫人安好。该我给小王妃问安，你我皆是辅助二少夫人，也算有缘。我家郎君前几日惹恼秦小王爷，那是爷们间的争执，与咱们夫人无关。王妃说对吗？既不相干，少夫人今日登门又是为何？李二在外拈花惹草，让妻子受这般苦，秦郎打得没错。我的肚子，少夫人动胎气了，快请大夫，快扶少夫人回马车，救命啊！姑娘，他该不会是故意来讹咱们的吧？先把李家少夫人扶进府中。世剑，你速去回春堂请大夫。不管他是真是假，在王府门前出事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是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家少夫人和体弱，3年才怀上这胎，进府里给的张大夫，旁人碰不得。既然如此，你们便回府请张大夫诊治吧。求你好人做到底，送我回府。好，快回李园。我送李家少夫人回府，你们去禀报王爷王妃。少夫人不住丞相府，二公子被秦小王爷打伤，被相爷赶出来，在此养伤。少夫人不便奔波，便跟着住下了。请张大夫，少夫人动胎气了，我实在走不动。人已送到，我先告辞。多谢小王妃救命之恩，求您在花厅稍坐，等少夫人缓过来，必定亲自道谢。这哪里是道谢，分明是强行挽留，怕是设了圈套。但我若现在走，他们必定借题发挥，给王府泼脏水，不如留下等说清楚。好，小王妃尝尝这大安茶，今年宫中仅8罐，淑妃娘娘赏了我们二公子的。我不爱品茶，不必劳烦，嬷嬷自便即可，与我无关。秦朗去芙蓉楼，怎么还不回来？李二，你认得我？不难认出。京城传言，被秦朗打的亲娘都认不出的，只有你李二。秦朗那厮好命，镇北王府嫡子，首富之母，连换妻都能换到你这美人。他新婚夜就弃你而去，根本没碰你。我先夺了你的身子，给他戴顶绿帽子，看他怎么发疯。放肆！什么将门虎女，不过是花拳绣腿。今天你插翅难飞。
家有旱妻管得严，姑娘请自重。我特意请你出来解闷，新得的武技都先给你享用，你还不领情？殿下是在羡慕吗？我娘子特别在意我，到哪儿都要跟着。好了好了，这杯浮生醉，你我共饮。出来太久，该回府了。若曦该等急了。隔壁雅仙有我新裁的衣裳，你去换一身，不然回去要被夫人嫌弃。好，出门左转第一间。奴来伺候小王爷更衣。滚开！秦郎，人人说你是京城第一风流客，怎这般不解风情？袁欣然，本朝四害之一的刁蛮郡主，专缠青年才俊，酒力有问题，中计了。都这样了，还想走？滚开！给我解药！相见欢，没有解药，我只是喜欢你，想跟你春风一度，你为何不肯？你还敢杀我？你疯了！竟敢对郡主下此狠手！袁平，你竟敢算计我！二郎息怒，我是为了欣然，他快回封地了，我只是……秦小王爷息怒，那是六皇子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给你找美人灭火，谁都不要！二爷，您可回来了，少夫人出事了。2个时辰前，丞相府2少夫人是李安氏登门，等守卫回过神儿，李府马车已经带着赵富存走了。世子亲自带人去丞相府接人，可丞相府说根本没见过少夫人上门，世子已经去京兆府寻人了。又是李二，我那日就该打死他。二爷，您手上有伤，药性还没退，不能去啊！李渊，他被赶出丞相府，只有李渊。什么人敢闯李渊？秦小王爷怎么来的比我们还快？快跟上二弟，别让他冲动杀人。还有谁来找死？先是护院，不想死，饶命！小的不敢了。装无辜已然来不及，索性坦荡。秦朗，你下手还是太轻。他竟一人废了李渊所有人，这哪里需要救人？夫人说的极是，都怪我先前下手太轻。沈若锦、秦朗，此仇不共戴天，我与你们不死不休。既然如此，今日便永绝后患。他可这是做什么？父王再三叮嘱，不可与丞相府彻底交恶。你若杀了他，若锦如何自处？李承之是丞相之子，可打不可杀，律法在前。我若杀他，反倒落人口实。明着不能杀，那就找夜黑风高之时暗杀。若锦，这位是京兆尹苏大人。下官见过小王妃、小王爷，敢问王妃，园中究竟发生何事？李安是佯装动胎气，将我诓至李园。李儿欲行不轨报复，我一怒之下将他们尽数打伤，园中之人无一清白。二爷娶的王妃也太能打了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可以，小王妃请便。多谢大哥专程前来相救，虽用不上，但心意领了。一家人不必客气。你怎么了？掌心这么烫，眼神也不对劲。我没事。大哥的胳膊当真无碍，小伤接骨即可。二郎并非针对大哥，只是李二奸杀掳没，恶贯满盈，换谁都忍不了。走了，回家。这园子太脏，烧了吧。作为镇北王府的心腹，我该劝你适可而止。李元之事已然了结，你一把火烧了他，明日事情闹大，即便我们占理，也少不得要赔银子。李二夫妇作恶多端，埋骨无数，烧了这肮脏之地，倒也干净。你很缺钱，做我的小王妃，往后金银珠宝绫罗绸缎，你想要什么便有什么。不过是假成亲，他何必如此大方？抛开小王妃的身份，只做沈若锦，你想同我说什么？烧得好，
有胆量，好气魄。秦小王爷，今日倒是让我刮目相看。都这样了，你不喊一声夫君，说不过后吧？什么？没什么。为人夫君，本就该护住自己的夫人，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你这样，倒让我觉得是在占你便宜。这些好处本不该属于我。你尽管占，除了你，没人有资格。从前纵横边关，降烈马，斩敌寇，回京后反倒束手束脚。今日打了一场，倒像是找回了从前的自己。秦郎，把缰绳给我。别乱动！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六皇子害我，在酒里下了相见欢。相见欢，听起来倒缠绵。六皇子给你下这药，难不成你男女通吃？原凭害人不面，竟让夫人这般误会我。你中招了，怎么不早说？还跑去李园找我做什么？该早点设法解药性才是。小王爷，需要帮忙吗？都退下，不许过来！我没有世界，也没有同房。沈若姐，我难受，你帮帮我。沈若姐，闭嘴！你别出声。这般折腾，倒比在边关战场还累人。他倒是细心。姑娘，醒醒！王妃派何嬷嬷来问，回门的礼单已经备好，让您过去看看呢。他倒是走得干脆，是觉得没脸见人，还是真有要事？知道了，你让嬷嬷稍等，我这就起身。他左手伤口还未痊愈，又被药性折腾了一夜，今日还要进宫面圣，倒是难为他了。走吧，去王妃院中。姑娘，昨日李安氏太过分了，竟诓骗您去李园，想让李二打扰您，亏得您厉害，把他们全打了一顿，真是大快人心。他请我去打李二，我如他所愿，连主子带奴才一个没落下。李园之事，王妃已然知晓。您初入京城，不知后宅手段歹毒，经此一事，日后多加谨慎便是。多谢嬷嬷提醒，我记下了。昨夜李园被烧得七七八八，相府少夫人难产，九死一生下个虚弱男婴，母子俩吉凶未卜，李家二公子自然是废了。王爷担心丞相府先撞，一早便带着二爷进宫面圣去了。原来如此，倒是我误会他了，还以为他是羞于见人才提前离开。本是该二爷陪您回门的，实在是王爷催得紧，您莫要怪他才好。我明白。姑娘，昨夜您回来就跟二爷关起门来，也不让人伺候，悄没声的做什么呢？世子一早来禀明李园之事，王爷还骂了二爷一顿，倒没怪您。小姑娘家家的，不要多问。王爷骂他，倒是委屈他了。此次之事，他本是无辜，反倒替我挨了回来，我自会去解释清楚。二少夫人不必挂心，王爷也是一时气急，心里清楚二爷是护着您，您能这般体谅二爷，王妃若是知晓了，定会十分高兴。在宫面圣一场荒唐，又会让他与秦郎之间的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？母亲，回门礼太过厚重了，寻常人家只需些糕点绸缎便可。你是镇北王府的小王妃，又是沈家嫡女，岂能委屈？何况昨日李园之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这礼单也是给你撑场面。收拾好了便出发，沈家还在等。他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进宫面圣了吗？夫人回门，为夫怎能缺席？父皇已经准了，今日全程陪同。如此正好，快些出发吧，别让沈家久等。是，王爷。已无大碍。你的伤，夫人不必担心。今日朝堂上，丞相府可有发难？发难？他儿子作恶多端，父皇已然知晓李园的龌龊事，不仅没怪罪我们，还斥责了丞相教子不方。昨日夫人说我下手太轻，今日回门，若是沈家问起，夫人打算如何说？李家二公子意图不轨，我正当防卫。至于烧园子，那是你做的，与我无关。他笑起来，倒也不讨厌。夫人这般撇清，是想让为夫独自担责。秦小王爷胆大包天，烧个园子算什么？还怕担责？今日多谢你。
夫人谢我什么？谢我陪你回门，还是谢我昨日救你？都有。昨日若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或许我也能解决。但你掌心的伤是为了找我弄的吧？小伤而已，不足挂齿。只要你没事，比什么都好。秦朗，我上次在戏园和你约定的1年和离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和什么离？从此以后，天下和我都是你的。今夜月光绵绵，好似你的眉眼，缠住我的心有一遍。